后来我们就被警察拦下来，他要说你们上车，然后我们就几个学生，我们就坐警车，警察载我们到那间小青年旅馆的门口。我想说，靠，那个治安有差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我其实也没有在美国搭过警车，没有人搭过警车，很可怕。我就直接撞到眼皮上面，就整个爆血。然后我同学看我，想说干大小。后来呢，那个费用单大概是$1000。嗨，大家好，我叫做浩浩。我当时大学是念经济学系，但我后来研究所跑到美国去念艺术。对，我念的是美国塞凡纳艺术大学，我念的是视觉特效系。当时的特效公司好像付不出特效师的薪水，然后什么一个特效师被裁员等等。我想说，靠，我都要去念特效了，你就给我又突然出现这个新闻，你觉得这特效产业是很惨淡吗？还是怎么样的？所以那时候就也是抱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国外念书。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请问你之后是想要在台湾工作吗？然后他说，你要想听，如果在台湾的特效师呢，不管是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你的第一年的薪水呢就是28000。我想说，靠北哦，我研究所1年花了100多万，我回来台湾的第一年薪水就是28000，疯掉。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哇靠，完蛋了，就是我要工作多久才可以把这个学费赚回来？那下一题其实这一题有一点广啦，我是想问说你在国外读书有没有遇过什么最有趣的故事？我想想看，应该是有，但是我现在一时间有啦，我这样想到一个，但是我先讲一个其他的好了。就是很多人跟我说那是在国外念书，真的有些像你跟我说了，有些区不要去。像我当时交换学生是在 Illinois， 在伊利诺州，然后他们就是 Chicago 是他们大城市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几个交换学生要去芝加哥玩的时候，就是一直被学长姐，然后或者是一些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们有那个芝加哥真的有些区不要去，有些区真的犯罪率很高。那我们当时就也不知道嘛，我们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其实我一直在美国，不管是交换学生还是后来念研究所，我都没有遇到任何的犯罪，我全部都没有遇到，所以我算是命蛮大的。然后当时我在我的研究所是在乔治亚州，然后我们在的那个城镇呢，其实也是算是黑人比例比较高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会有几个区。他很奇怪，他就是写说这个区正在监视当中，或是什么 safe zone， 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 safe zone 是什么意思，难道没有 safe zone 就不 safe 吗？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对，我觉得就很奇，就是这些区，就是他写一个说正在有监视器哦，然后我觉得说，我是要给谁看嘛？给那些罪犯看嘛？我不知道，然后就是很奇怪，然后会有一些学长姐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曾经有其他的中国人在路上就被拿枪抢劫的这种，然后我想说，干太可怕了吧？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遇过，算是命蛮大的。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就是当时交换学生的时候，是我们有跟一些朋友，大概3-4个人而已，然后我们去纽约玩，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去纽约。那我们当时因为比较交换学生，学生就比较穷，所以我们找那种饭店啊，或是旅店，就会找那种很便宜的。那我那时候就是订饭店是我嘛，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打 New York City， 然后打hostel， 我真的是打便宜的，就是我还不敢打 hotel， 我就打空格 hostel 这样比较便宜的那种青年旅店。那我就看到有一个离市中心大概就是几公里的车，就是它有几公里的距离，我就订了那一间。我看一下那个地铁的距离好像也还好，到了那个市中心大概30分钟而已，我就订了那一间。那后来呢，我们就几个人到了纽约嘛，就大包小包的，然后我们就搭地铁然后去到那个地铁站，要出去大概走个10分钟。然后后来我们就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警察就看我们几个就是亚洲人脸孔嘛，就说你们怎么会来这边？我说我们的饭店定在这边，我们大概要走过去这样。然后他说你们怎么会在这边找饭店？你们要去哪里玩？我说我们要去纽约，在纽约市玩啊。他说你们纽约市，你们怎么不在纽约市区订饭店？然后也不能跟他讲说我们没钱，我们就说我们就网络上找到这一间这样。然后他就说OK， 但在这一区呢，你晚上你们他还问我们说我们晚上几点会回饭店？他说你们晚上差不多过了6-7点回饭店，你们包包像里面，他有看我挂一个相机，他说你相机不要挂在脖子上，就收到包包里面。然后他跟我说你们不要拿钱出来，就是你所有的就是贵重物品全部都放在包包里面，不要拿出来。然后他要说你们上车，然后我们就几个学生，我们就坐警车，警察载我们到那间小青年旅馆的门口。我想说我靠，那个治安有差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扯？然后所以那一天我们就逛完一整天，然后回饭店的那个途中，我们就从地铁站出来，然后就这几个人战战兢兢的在那边东看西看，然后就慢慢这样走到那间旅馆，然后就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想那个警察太浮夸了吧？但是后来就是有回来有去网络上稍微看了一下，就是有介绍说有几个区，什么皇后区啊，什么区，就是外国人不要乱去，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们不懂的不要乱去，这样就是观光客你们就去曼哈顿区，你就去最多观光客人玩的那边就好了，就有些区不熟的不要乱去，这样。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几个想要找便宜的旅馆，我们就是随便乱找，然后就莫名其妙找到一个疑似治安不好的区，还被警察拦下来这样。
真的蛮酷的。我其实也没有在美国搭过警车，没有人搭过警车，很可怕哦。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新生训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一定有被讲过，就是一定要保险。因为他们一直跟我们威胁说什么，之前有一个人就是就是从爬树还是干嘛，从围墙上摔下来，然后摔断他的脚趾头，一个小小地方骨折而已。然后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保险，所以那时候他在美国好像花了换算下来几百万台币的费用在治疗那个小骨折。然后就是大家觉得说哇，好傻小，花了几百万在治疗骨折。然后后来呢，是有一次在毕业之前，我在学校骑脚踏车，那时候很好笑，那时候我就骑脚踏车嘛，我就跟他一台车后面，我要从停车场出去，然后停车场的出入口不是有那个杆子吗？就一台车出去，然后杆子会起来，然后车子过去呢，它就会放下来，这样侦测有车过来，它就会起来，然后没有车它就关起来。那我就跟在那台车后面，然后那杆子起来之后呢，我就看那个杆子起来了，我就要骑出去，但那个杆子它的那个侦测可能没有侦测到我那台脚踏车，然后它就下来。它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会下来，然后砰，我就直接撞到眼睛的眼皮上面就整个爆血，也算爆血嘛，对，就直接大流血的，是我眼皮是。需要缝啊！如果就是我不知道是要缝，反正就是大流血这样，然后说很可怕，我就赶快捂着眼睛，赶快跑到我们的系馆的厕所，然后去用卫生纸这样，然后那同学看到我，想说干大小，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说我说我被那个停车场那根撞到，我还不会讲那一根的英文，我就说那个什么 parking lot 的一个 bar 什么之类的，我也不会讲那一根的英文，然后反正我就赶快捂着那个，然后我还自己骑脚踏车骑到我们的那个学校那种医护站。对，然后我还骑大概1公里吧，我就这样一眼捂着那个拿着那个一堆卫生纸，然后我就骑到那个地方，我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了那个医护站呢，我就一个人就拿了一堆卫生纸，然后都是血，我就坐在那边等，然后后来等了快30分钟、40分钟，先到那边先填资料嘛，然后我就填完资料之后呢，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就拿着血，就是我拿了一堆卫生纸，然后一堆血的就眼睛都是流血，然后就坐在那边。大概做了40分钟之后呢，终于有个护理师出来，然后跟我说：“我先跟你讲一下哦，等一下呢，你确定你要看医生吗？如果你要看医生，就是不管医生有没有任何治疗的行为，只要医生一来，你就要多付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我印象中是一个台币几千块、几万块的事情，1万块还是几千、8000、9000这种非常可观的数字。就是他说，你只要医生一来，不管他有没有做任何医疗行为。”你就要付那个钱，然后我想说，靠北要来，当然要，我的眼睛都流血成这样了。我说好，要来。然后后来差不多再等了1个多小时，医生终于姗姗来迟就来了。然后呢，他就看了我一下眼睛，然后清一下伤口，然后说这个应该不用缝哦。他就帮我勾了一下药膏，然后就这样勾了一下药膏，然后拿一个纱布把它贴起来，就这样。就用用食盐水，然后把那个血用掉，然后看一下伤口，裹了个药膏，然后就这样贴了一个纱布，然后就放我出来了。然后后来呢，那个费用单大概是8000块美金，3万2，我疯掉！我的哥什么事都没做，连缝都没有缝，所以我觉得超扯的。我就就是这样勾了一个药膏，然后就是这样食盐水喷一喷，勾了个药膏，贴一个纱布。就3万2台币，8324，没有8324，2万4，快3万，我那忘记多少啊？应该不止8000块，不止8000块美金。我记得那时候算完台币是3万2，印象非常深刻。对，然后我就把那个3万出了3万这个数字，我到处跟我的家人讲，然后跟我同学讲，我说你千万不要在美国受伤，要受伤没关系，你一定要保险。对，就是勾个药膏就3万多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整个就是无言，觉得对很扯所以那时候因为国际学生。没有什么人在跟你宣导要保险，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要保险，也不知道自己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尤其是你自己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觉得对有保险真是蛮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是前进这个下一个问题啦。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是从这个一些幼稚园小朋友的影片，还有那个翻巴林波斯，还有那个当兵的影片，我就开始 follow 你了。那因为刚刚其实浩哥有稍微讲过这个 YouTuber 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就换个问法，就是我当时想问你最一开始啊，你是怎么想到这些题材的？还是你就是真的是乱拍一通？因为有一些台词，我是觉得。感觉那个突然电波来才想得到吧？对，是。其实我自己在写脚本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我会大概有个雏形，但是那个雏形可能就只是开头而已。所以我自己在写故事，因为我的脚本比较像是一个故事嘛，我自己比较
拍这种小短剧，它就是一个小故事这样。那我自己在写故事的当下，我的思绪是顺着那个 flow 一直在写下来，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写的当下，我觉得有时候打，我就顺着那个 flow 就慢慢写，然后突然有时候灵光一闪，就说好像可以弯这个弯哦，我就会弯过去了，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写下来。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然后刚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这个东西又可以拿下来，就继续去写。所以我自己在写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先有一个灵感，然后把那个灵感加进去。但有时候我自己比较大部分的情况是顺着那个思绪，慢慢把那个脚本写完。所以其实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当下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反而觉得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才会有奇效？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写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可能你自己觉得很感动，但是观众没有办法融入你的那个。对，没有错。有时候就可能，除非你真的是对某些事情很有心得，或是某些事情你真的很有感触。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在看网络影片，还是觉得说想要放松、想要轻松、想要北蓝搞笑一点，所以有时候比较超展开，或者是出乎意料的结局，或者出乎意料的剧情，他们好像也比较喜欢一点。下一个问题其实是我自己想问啦，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当时你回台湾后，或者是你当时读书完后没有开始拍影片，当然这个是你跟你的毕业制作教授那些有关，但是如果你最后你的选择不是这样，你就是回台湾了，那你觉得平行时空的自己会从事什么工作？会不会回去经济系该做的工作呢？不知道浩哥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如果当时有两条路了。如果当时大学没有去往特效方面去走，没有去往艺术方面去走的话，我就是经济系毕业嘛。经济系毕业，当时其实我最想做的工作，老实说还是公关广告业，因为当时我们蛮多同学去了一些广告公司或者是公关公司。那些广告公司，你可能是负责创意，你可能是负责怎么样的。但当时我如果没有去往艺术这方面走，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进广告业，去可能跟一些客户去做就是某一些企划、某一些广告。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影像创作的时候，我们对的厂商、一些客户或是有一些窗口，他们就是在做广告公司，他们就是在做我当时可能会做的工作。那些工作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可能针对一些客户的广告案，他们要想一个企划，要想一个行销的主题。那行销当时也是我大学我觉得我可能我有兴趣的东西，因为当时在学行销管理，因为我大学有去尝试修行销管理。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有些行销专案，有些行销的案例，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蛮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当时如果没有去念艺术相关的产业，没有去念比较技术层面的产业的话，我可能也会往广告公司的方向去前进。那后来就选择去念艺术学院了嘛，然后艺术学院又有两条路让我走，一个是 YouTuber， 一个就是进相关的动画产业。那如果我没有当 YouTuber， 当时没有接到任何的业配。说到业配，这次接到业配啦 ！Netflix 投影电视没画面怎么办？用这台就对了，大通 WTR1500C 无线影音传输器，一插 Type C， 马上把画面投到大萤幕，不用 WiFi， 不用安装 App， 插上就能看。支援 1080p 60Hz 高画质，长时间播放也不怕过热，不延迟，看剧、开会、玩游戏都超顺畅。传输供电一次搞定，不用另外插电线，桌面干净，使用超方便。而且还贴心加上一键遮蔽功能，临时讯息跳出也能一键暂停画面，保护隐私，超适合会议或公开简报时使用。重量轻，体积小，收进包包直接带着走，出差、教学、旅行都超实用，谁插谁会用，连长辈都能一学就会。还有双频 WiFi、AES 安全加密，画面传输稳又安全，不怕被截取，不怕被偷看。WTR1500C 无线影音传输器，支援广，画质好，连线快，就是你生活与工作的投影万用神器。我可能就是去动画公司上班，当特效师啊、动画师啊。对，那动画公司里面又有分很多的职位，你可能是动画师，你可能是视觉特效师，你可能是平面设计师，有可能是导演，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位。那我也不确定我会分到什么职位，我也不确定我当时对什么职业有兴趣，或是会转什么部门，但是至少是进特效公司或动画公司上班。如果我没有当 YouTuber 的话。下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像现在浩哥应该也跟我一样看了不少动漫或是一些什么时空悖论，然后那种不是都会有一个理论吗？有一个理论是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发生，不管你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那如果比如说你成为 YouTuber 这件事情就是会发生的话，就是会发生。就算你没有出国留学，你可能在台湾自己拍片，有一天业配来了，你就也变成 YouTuber 了，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嘛。那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啊，因为目前如果当 YouTuber 的话，可能你当然曾经留学的经验都还是有用的嘛，只是你现在没有自己在做动画那些东西了。但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你还会想要再去国外留学，然后还会想要再转领去读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当时是念研究所，其实我得到的，对，其实我老实说，我那些得到的东西，网络上都学得到，甚至我很多现在觉得对我有用的一些技术，都是我当时自己在网络上自己去找那些课程去学到的东西。老师教的东西，要么就是现在用不到，要么就是都忘光了，因为它太技术层面太 detail 了。因为我刚刚跟你说，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都是关在系馆里面，关在自己的宿舍里面，自己在做摸索。所以其实我当时在研究所，我好像也没有因为研究所而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当然还是有了，但是没有认识很多朋友，没有体验到更多的文化啊，或是习惯等等。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说，我会去念研究所，但是呢，我会在研究所里面更去享受在国外念书的氛围，而不是一味的把自己关在系馆里面，或是在宿舍里面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是一直在看网络上的东西，而是我会去实地的在美国的那个环境、美国的那个文化，好好去享受，好好去体验当时那边的生活。我觉得才不浪费出国念书的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最后一题嘛，但是在最后一题前呢，就是有一个就有点无聊的问题啊，就是我在跟我弟聊天，我弟就说，我说我要采访浩浩，我弟说那你可以帮我问一题吗？你可以帮我问他说反霸凌博士还会出现吗？反霸凌博士，浩哥的片我们都会看的。反霸凌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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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绝招是反霸凌铁拳，反对以暴制暴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当时出现也是莫名其妙，因为这个玩具是当时一个朋友乱送我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放在我桌上，他们很好笑，放我桌上，然后把它拿来当影片的角色很好笑，我就随便把它拿来抓进来，然后就随便把它拍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后续又出现在我影片1-2次吧，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对，也是把它当好玩的东西。那后续会不会出现也不一定，说不定你现在一讲，然后我之后在写本的时候，突然觉得说想到就把它写进来，所以有可能弟弟有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对，那我自己在写脚本也不设限嘛，有时候想到什么就把它写进来。像我之前在刚回国的初期，我有拍一个什么酸亚爷爷，就是在那个致敬水果冰淇淋，那是其实很好笑，那是公司找我拍的影片。然后我就想要致敬他们水果冰淇淋，我写一个芒果爷爷，然后有一个小恐龙，他最近那个小恐龙也在被我抓回来，在变吃这样子，又把它拿进来，再写一次脚本，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说不定你顺便一讲了之后呢，我哪天写脚本想到了就把它写进来了。对，那个反霸凌博士目前还是在我们的公司的柜子上面，真的吗？都在，只是它已经碎掉不知道好几次，我还去网络上，因为它的说明书已经不见了，我已经网络上找那个也没有说明书的那个档案。就把它重新再装起来，这样。很快来到这个我们最后一题啦，但最后一题呢，因为其实刚刚观众听了浩哥这些分享，应该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或想法，但还是想要问一下说，如果有观众朋友啊，也想要去国外留学或是转领域，而且是像浩哥这样跨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换的话，浩哥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我自己求学的历程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转换跑道，或是出国啦，真的，我先讲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啊。转换跑道，我觉得先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想要转这个跑道。那想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当时的目标，我当时其实求学历程一直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好赚钱，我就去念。觉得我当时国中升高中，我觉得理工组未来的科系好赚钱，我就去填理工组。大学我觉得经济系好赚钱，我就去填经济系。那我后来上研究所，我就不想要陷入这个无限的轮回，陷入这个窠臼里面。我想要去念一个我真的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觉得这个科技好赚钱。那我就去选择视觉特效，因为当时我也知道视觉特效不好赚钱，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我至少念了我是开心的。然后很有趣的是，每一个学期开始之前，我会知道说这个学期我会学什么东西。我光是看到那个课程的进度表，那是这个学期要学什么东西的大纲，我会觉得很兴奋。他说：“我这个学期要学到什么 motion tracking， 这个学期我会学到什么3D 建模啊，学到什么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了，看现在完全忘记，就是身上粘那个球，然后在那边动，就这种东西。然后你会去把它这个动态捕捉下来，然后把这个数据丢到一个建模的人的身上，他就可以照你的动作去动。我会学到这个东西，以前在什么特效电影的那个幕后花去看到这种东西，没想到我真的可以实做这样的东西。”我会觉得很兴奋，每一个学期我都很期待这个学期可以学到的东西。但是这样子的兴奋感是我在以前求学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过的。我在念经济系的时候，我不可能看到说，我靠，这个学期要学到什么个体经济学、总体经济学，干我好兴奋哦！不可能，没有，从来没有过，就觉得好烦哦，要学什么货币银行学，要学什么统计学，我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每一个学期只想把这个学期赶快混过去，赶快结束，赶快把这个学分拿到，我想要赶快毕业。但是我在研究所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是很开心的，每一个学期都很兴奋，我可以学到这种新的东西。然后在每个学期结束之后呢，再看到自己的作品集，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会觉得说我正在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当时没有想到说什么我未来会赚多少钱，或者未来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用这个东西赚钱，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只是很享受我在求学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转换跑道，要问自己说你为什么想要转换跑道，你是想要赚更多的钱，还是想要让自己活得很开心，还是想要让自己完成一个人生的成就。确定好你的目标之后呢，再去做，我觉得会让自己走得更心安理得。如果你是想要让自己赚更多钱，假设你现在在念一个统计学好了，或是你在念一个机械系，我不知道机械系我不熟，但你觉得说你认为你电机系可以赚更多钱，我觉得电机系可以赚更多钱，那你就仗着这一个理由，我觉得可以赚更多钱，好，我要转换跑道。你现在在念电机系，你觉得法律你可以赚更多钱，我觉得我要赚更多钱，好，我就转换跑道。你就是你的这个中心思想，你的这个理由要能就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你转换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那当时我的理由是我希望可以选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东西，我现在这个阶段非常喜欢的东西，我就算花钱，我就算之后亏钱，我就算念了我也不觉得很后悔的东西，我想要念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我的转换跑道的理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那这是转换跑道的一个建议啦，希望你可以知道说你为什么要转换跑道。那出国留学的建议呢？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你，如果你是出国留学，不管去哪一国，日本、美国、欧洲，或是澳洲哪里、加拿大都可以。我觉得之所以要出国，就是要去体验跟台湾不一样的学习环境。因为其实说实在，台湾的学校也很厉害，你不管是什么学校，台大、清大、交大，或是不管什么大，只要愿意去学，都很强，都很厉害。就算是一些技术性的，像什么多媒体啊、程式设计，或者像是绘画等等，我不知道音乐，其实台湾都很强。但是你在台湾学不到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文化，是那个整体的氛围。所以我想 Jeff 你会去出国去念书，也知道说你要学的东西，其实台大假设台大资工所、台大什么电机所，应该也可以学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你之所以想要出国念书，就是因为可能第一个，我可能学国外的文凭，说不定比较好看，说不定对。但是我相信更多的理由是，你觉得在国外的文化，你可以给你更多的冲击，可以给你更多的养分，可以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那这是我们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像我的话，我当时就很可惜，就像我刚前面一直强调的，我在国外我就一直把自己关在系馆，一直在宿舍里面，一直在做自己的东西。就算我拍了很多的影片，但是我一直把自己关在系馆里面，那我还不如在台湾学那些东西，在台湾学线上课程，或者是线上的他们整个线上的 program， 我可以取得一个 online 的一个 degree 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我还不如在台湾做这件事情，还不用出国去缴他们的房租，不用出国去付住宿费啊，吃他们的那个很贵的伙食，我在台湾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你之所以会出国，就想要体会国外的文化，那就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心得因为我自己在写这一题，但是如果你叫我问我这一题，我可能讲不出这么多东西。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理由是你的人生的成就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嘛。你觉得说你的人生，假设说你硕士只要念一次，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到国外念书，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我就想要有一个国外的硕士文凭，或是国外的大学文凭，或国外的博士文凭。我不管怎么样，好，你要达成一个人生成就，我觉得这也是理由之一啊。你觉得说我人生在国外念过书，我之后呢可以回忆一辈子，我可以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孙子讲，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理由之一。所以你可以不用那么多理由，你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在国外念书，我不管怎么样就想要国外念书，那你想要得到一个这样的经历，那也不错。对，但我觉得很多现实的层面，当然我刚刚讲的是比较感性嘛，但很多现实的层面我当然也是要评估啦，就是因为在国外念书就是一大笔开销嘛，100-200万跑不掉，一年就是100-200万，2年200-300万，而且很多硕士不像台湾2年就可以毕业，像我那个 program 大部分的人是念2年半到3年，我2年毕业已经是非常，我真的是
用肝在换的，我连暑假都修学分，暑假寒假都修学分呢。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想要赶快毕业，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人生，我不知道我怎么当时在赶什么，我是觉得说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在工作了，我都已经25、6岁了，我还在念书。当时毕业其实是27岁毕业吗？对，我是27岁毕业的。我那时候觉得说，干好老哦，已经27岁了，你还在念研究所，到底在干嘛？当时我是这样的感觉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想要赶快毕业，我不想再拖了，再拖下去就30岁了，30岁你才刚毕业，我那时候也有点晚，所以其实我硕士算是念的蛮拼的，我每一个学期都修超多学分，那就是看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再去评估说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基因。我刚刚讲说感性层面是这样，那但是理性层面就是你要去分析说，在国外你可能会花多少钱，你能不能够付出这些钱，你能不能贷款贷这么多，或者你家人能不能给你这么多，就算你贷了这么多钱，就算你跟家人借到这些钱，那你未来你能够再赚回来吗？就是或者是说这些钱它是你可以很无语的去让你去国外留学吗？其实我觉得都要想好了，让自己就是不要念书念得这么痛苦，或是你可以很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的，好好去享受你国外念书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不然你念得很有压力。看我就每天，你其实换算100万，假设150万，你除以1年，一天要花多少钱？你就觉得说，哇，我光是吃这一餐，我的成本可能就是1万块，或者我的成本可能就是5000块，哇，我都疯掉。所以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很无语的去念书，让自己好好的去学东西，我觉得这点其实也蛮重要的。对，感谢就是这个浩哥这个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即兴的还是就是有准备啦？我觉得很深刻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事情一直影响我，就是当时其实感触很多，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其实刚去念书的时候，我压力真的超级大，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热血，就觉得说我要转换跑道，我要去念特效，我要去念动画，哇！我终于是达成了这个目的，我来到了这美国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把所有的那个备审资料全部都弄完了，干嘛，终于。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备审资料，我后来去申请的那所学校，它的。如果是台湾要交件，台湾要交备审资料，是寄到香港校区，还不是寄到美国校区，是寄到香港校区。然后那时候呢，他们已经截止，那一天要截止了。然后呢，我一直还没有收到他们就是你备审资料收到了那个确认的信件。然后我觉得说，不是都已经最后一天了吗？为什么我都还没有收到？你们是还没有寄到吗？或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还打去学校确认，然后学校说我们还没有收到哦。然后呢，你要不要给我的？你们要去查一下你的那个信件的那个 tracking number， 然后就是那个包裹的 tracking number。然后我还是去搜寻，我还去网络上找那个包裹到底寄到哪里？他说正在寄件当中。我想要靠朋友，你不是说什么时候会寄到吗？今天就已经截止了，你还没寄到，我那时候觉得真的疯掉。然后我还打电话岳阳打电话，我打到香港去问他们，就是那个邮局还是那个快递公司之类，我打去问说，请问那个包裹现在正在哪里了？他说那个包裹今天投递了，他今天就会送到目的地了。然后我才赶快就打电话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打去快递公司，他们说今天就会寄到了，就是在那之前压线寄到了，而且我觉得莫名其妙是他们在雷啦，因为其实应该要前一周就寄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拖了1周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我终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处理好，终于到了那个宿舍，我终于可以开始我的生活了。然后那时候我的室友他是一个中东人嘛，因为忘记，但是他已经研究所2年级，他准备要毕业，他在1个学期就毕业了。然后他跟我分享很多就是走特效这条路、走动画这条路的一些辛酸史。他跟我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我非常累，干嘛的。然后他说，你很喜欢动画对不对？你想画画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动画系呢很多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然后非常痛苦，你要每天一直画画，然后你要一直学新东西，要一直干嘛。然后那我觉得说，我靠，我才来的第一天，我带着一股就是我要来学新东西，好开心哦，这个感觉。结果马上被你打入现实的地狱，我觉得压力超大。我想说算了，我不要想那么多东西了，就觉得说我来就来了，我想要好好享受我这个新的就是这个研究所的生活，我不想要先不要想这些现实，对，但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当时先把自己的眼睛跟耳朵先蒙起来，先好好享受当时的生活，那未来怎么样再说。对，当时就是用这股心态去把我研究所过完这样。
好，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问题，感谢浩哥抽空不会接受我的采访，对，好玩。